记忆的话，如果在潮州的话，一定就是从小家里人或者去到亲戚朋友家喝茶，一定就是大家喝就跟着喝，对，但是没有说特别对茶有一个感觉，就是已经生活在这个地方，大家每天都喝茶，就是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了。是，对，对，所以得到为什么会开始对茶这个东西感兴趣的话，是因为真正接触到，就是跟一个叔叔去山上，然后喝到一个正儿八经的单株古树的单丛茶，然后那一刻开始就才发现原来茶叶有这么的有魅力，就是那种香气就不像小时候跟着大人喝到的那种感觉，就是苦苦涩涩的。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小孩都喜欢喝苦的东西或者涩的东西，对，所以就从那一刻会对茶有一种改观。那是多大的事情？那正好也，如果以今年开始算的话，有大概在12年前了，对，所以从那一件事开始，喝到那一杯茶开始，让我进入到正儿八经进入到这个茶叶的这一行业，对，是，来，我先泡个茶喝。相对性来讲，我们这种本地人这种喝茶方式，它多了一些趣味性跟人跟人之间的连结性。对，如果说是以一杯像喝茶叶，我们的一人拿一个大杯，然后各喝各的，那种感觉就是会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会比较远一点。对，是。像喝奶茶就是对，是。但是对于现代年轻人来讲，其实也受到一些西方上面的一些，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一些压力，或者是便捷度，大家会觉得说喝传统的功夫茶有点嫌麻烦，毕竟年轻人嘛，都是喜欢那种快速便捷的这种方式，或者是口味上又更讲究那种刺激性，对，所以喝这种纯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相对变得有点像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那一代喝的茶，对，比较老派。所以对于我们90后这一代，我们也不排斥说新式茶饮就是对传统的功夫茶有什么冲击，因为我觉得只要年纪一到，血脉都会觉醒的。对，所以就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就是他们喜欢怎样就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没有说一定要如果你跟年轻人讲说你要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来喝茶，然后喝茶的这种茶礼仪，那你也知道年轻人就会觉得很怕爹味十足，就会觉得说算了，我干嘛要这么麻烦喝茶，我喝我的奶茶好了。对，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的就是比较不会去过多去把这个传统功夫茶的整个文化把它给复杂化。对，那针对不同人，那有些人可能他已经对这一个传统功夫茶还有整个潮州凤凰单丛茶有一些想要深入了解，那当然就是另外的一种学习的一种方向。对，是。不过跟家里人或跟朋友喝的那种感觉，不会说是用带着那种说喝茶的那种说挑茶叶的好坏啊，或者这个茶好不好喝啊，其实就是一种氛围，跟他们之间聊天联络感情的那种感觉，不会说像现在进入这个行业说跟大家喝茶是讲茶叶的一些专业性的东西，对，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其实潮州人喝茶更多就是一种打个比方，家里人吃饱饭，大家都会说围在一个茶桌上面喝茶，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连结吧。对，然后或者是本地人，像潮州人，大多也比较擅长做生意。那生意人其实坐下来也会以功夫茶的形式然后大家一起来喝茶偶尔也可以泡茶的这个过程，也可以缓解掉一些尴尬的一些气氛。对，来，请喝茶，我帮你拿。
谢谢。像我们这个茶馆，有些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嘛，那每个人当然不可能都像我们在潮州这个地方一样，都能够很悠闲有这种闲工夫可以喝茶。为什么就功夫？其实也有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你得正儿八经就是有闲时间、闲工夫才能喝茶。但是我们本地人可能相对比较自洽吧，就是就算忙了，他还是会找个小的时间，还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用功夫茶的方式来泡茶。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一种解压，就是我忙归忙，但我不让自己亏待自己，我让自己就是你很少看到潮州本地人拿个大杯，然后焖一大杯茶喝，就算再忙，他们还是要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冲泡。对，就不管是哪一个角落你去菜市场也好或者街头巷尾这些做生意的小店，家家户户或者每个店铺前面都会自己摆放一套简单的这种功夫茶具。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茶就已经是一种生活吧。对。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哪一次喝茶的经历？喝茶经历其实还蛮多的，但是我唯一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在我们潮州这边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就是老茶客或者老一辈人喝茶的时候抽烟。对，我们本地人抽烟，特别是一些就爷爷奶奶或爸爸那一代，就是特别爱抽烟，所以一旦就是有时候跟也是大家都是一起都有在喝茶的朋友一起聚在一起，就那种氛围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对于他们来讲，抽烟是一种很放松，然后配个茶就觉得，因为我们泡的茶本地人喝的非常浓所以对于我来讲，就是那种喝茶的经历，我现在就会慢慢的远离，就是因为我特别受不了二手烟嘛，但是也不能让别人不抽烟，因为这在我们本地变成就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没有说像其他地方说，哎呀，我抽根烟一定要去回避一下，然后再回来，就大家都变成一个很像喝茶一样正常。对，然后也是抽烟也都是像喝茶一样，就是我抽一轮，我每个人派根烟，然后这一轮喝完，就另外一个人派烟，就大家互相之间有一种默契了。对，所以在我们本地，如果说现在自己开始有喝茶之后，我也比较慢慢变得少跟比较老一辈的那一代人，除非说偶尔说家庭聚会那可以，但是如果在那种环境下不断的被二手烟熏，就会觉得很难受。对，是。那你觉得最舒服喝茶的方式是自己喝还是？我其实蛮经常性一个人喝茶的。对，再加上如果说你可能在我们这边还是有一种大男人主义吧，或者是可能做茶行业，如果年轻人相对就会觉得没有老一辈人那种有经验，所以你在整个喝茶的氛围，就是说好，在另外一个特殊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如果说你在一个茶桌上，你不是一个年长的或比较有权威的人的话，你会相对比较没有话语权，所以当你就是喝茶的，如果说以正儿八经来对茶叶做一些评判喝茶的这种交流来讲，那你就尽量还是保持沉默一点点。对，因为大家会认为说可能喝的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可能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饭还多。 对，其实可能也不单是潮州这种氛围，我觉得很多地方就是都一样。对，所以就会变得说如果是正儿八经跟其他人喝茶就会相对找属于比较能够互相交流同辈的人一起喝。对，不然就不会说当然啦，一定也会有一些年长的特别有经验的，我们还是要去向他学习。那当然正常我们日常口粮茶的话，其实很多人喝也就是一个像我们本地人，我们
虽然喝茶龄也很久，但是它就是一个生活饮用茶，它也不会说去，因为像我们一个月喝茶量那么大，我们把茶叶当成，就以前我们老一辈人就说茶把它叫成茶米，就它跟米一样重用，其实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一样，所以也普通家庭不会说去消费到那么高级品质的一种茶叶嘛，所以正常普通老百姓也不会说以品茶的这种方式喝茶，都是以一种就是生活化，我就是吃饱了腻了，我喝口茶，或者是招待朋友泡泡茶，对，所以就是针对的一个人群不一样吧，对对对，是。会泡茶的都会是爸爸泡茶比较多，比较少妈妈来煮泡。喝什么茶？其实家里就是无非就是单丛茶嘛。喝什么。对，因为我们这边的口粮茶，家里就是一定就是备单丛茶，然后可能我们这边茶可能一个家庭一个月消耗都是有1-2斤，那可能我就买个1-2斤蜜兰香，就这个月一直喝这个茶，对，不会说一下子。就我们这边人喝茶不会特别说像外地人喝茶可能就比较爱猎奇，就特别像外国这些喝茶的茶友们，他们就不会说，我喝鸭屎香就一直喝鸭屎香，我喝蜜兰香就一直喝蜜兰香，他们更多就是哇，原来凤凰单丛有这么多个品种哦，我什么都想要尝一下。但是因为本地我们这种生活习惯就变得说特别就有点像说我爸爸他以前做潮州菜，那你让我，那现在我让他就是我带他去吃一些创新的潮州菜的话，他就会有那种很固定思维，比较传统，就是说这哪是潮州菜？对，就是他们比较没办法接受新的事物。有一些像我爸爸这种人就是比较那种传统嘛，那一定有一些比较可爱的爸爸，就比较能够接受一些新事物的。对，那家里的话，像你说每个人消费茶叶的话就很固定，就是说我喝可能一年到头就喝蜜兰香就喝蜜兰香，他们也不会说去，因为普通老百姓确实他也没有说品茶这种概念，他就觉得我喝习惯这一种了，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亲戚或朋友都是在做茶卖茶，所以我们这边本地喝茶的一种买茶的一种习惯也都是我跟你认识然后去光顾你这样子，而不是说我去货比三家，我这一家喝那一家喝那一家喝，然后我最后挑这一家，我觉得这一家品质性价比最好几乎没有的，几乎都是以一种人情交往的这种方式，对，所以就是喝的茶也会比较固定，对。像我们这边接触到的一些外地朋友茶友，或者是国外的一些茶友那当然因为如果对茶感兴趣的话，一定会觉得哇，原来单丛茶有这么多个品种，他一定会想说我这一个试一点，那个试一点就会想探索更多不一样的一个口味，对，就不会像说我就喝那一个茶，对，就偶尔有可能他们就会说我喝一下白茶，喝一下绿茶，喝一下红茶，对，毕竟我们是本地人嘛，就几乎每一个有产茶的地方，他们都更多的都是喝本地茶，就像你所说的江浙那一带、安徽那一带都是产绿茶多，那老百姓可能家里就喝绿茶，然后福建那就铁观音岩茶对，所以这个其实还蛮能理解的，对。对，但其他地方没有像潮州这样这么就是慢悠悠的喝茶，对，是确实。我个人觉得应该得到疫情吧，疫情那3年，大家都没办法，就是都没办法出门嘛。那加上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的这种信息比较透明化，可获取很多不同地方的一些习俗文化，对。然后慢慢可能大家在家一旦没事，就会想找点事情做，
发现原来有一个地方喝茶，这样子的一个冲泡方式就很休闲，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有一部分原因让大家静下心来，因为其实喝功夫茶的话，确实是需要花时间嘛。然后你心静不下来，打个比方，我起个炭炉，像我有时候自己是喜欢这样子起个炭炉泡茶，但如果我朋友他是对茶没什么追求，那他就会我起个炭炉，他会觉得那个水烧得挺久的，他就会觉得有点不耐烦。那像我有一次很搞笑，就是他就在吹说怎么那个火那个水还没滚，然后就拿个一般正常我们都拿个扇子，因为扇子的话它的火是比较均匀的，然后我就为了快，我就拿个那个电的那种电风扇一吹，那个火太大了，一吹整个沙雕就裂掉了，因为你火太猛，然后它的火会往这边吹嘛，你往这边吹，那个火就单独一面，所以这边就没火，这边有火，那就它就裂掉了，所以喝功夫茶急不来。我说看吧，现在又快反而变慢了，对，然后最后就算了，因为你没有那个心情了，所以你就不会想要继续这样子的方式冲泡，所以最后还是以现代最方便快捷的电热水壶煮水，对，所以就是说喝茶其实也看一种心境，对，有时候正常说朋友大家聊聊天，闲聊的那种，也不是说正儿八经都是喜欢喝茶的，那一定就是随便普通的茶就可以了，不会说拿一个特别高级特别好的茶来喝，因为大家都在聊天那种情况下，一般就是你不会说把心思放在茶品上面了，对。